时事热点、新闻观察，在这里每天一个犀利观点，带您感受大国看世界。在开始之前，麻烦您点击订阅按钮和小铃铛。据央视报道，当地时间2月19日，由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日本组成的7国集团举行领导人视频会议，会议由轮值主席国英国首相鲍里斯·约翰逊主持。很有趣的是，会后代表 G7 发布共识的既不是轮值主席国英国首相，也不是老大哥美国总统，而是德国总理默克尔。不仅如此， G7 这次会议的共识好像不太美国，而是很德国、很欧盟。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现在的新冠疫情证明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关系，只有在全世界都接种疫苗之后，才能真正战胜疫情。默克尔认为，疫情之后的经济需要持续性的复苏，气候问题与疫情一样，都是全球性的挑战，因此世界各国需要加强多边主义，需要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。默克尔还强调，为了重建世界经济体系，7国集团希望加强与20国集团，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。7国集团将致力于此，并加强交流与对话。从默克尔的表态中，释放了3大重磅信息：一、多边主义再次成为共识，通过世卫组织、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发挥多边主义成为选择。我们不要忘了，在刚刚过去的特朗普任期内，美国是比小布什时期还单边主义的单边主义。特朗普直接喊出了美国优先，美国第一，为此不惜损人利己。所以过去4年，美国在全球是最孤立的5年，铁了心跟着他混的国家屈指可数。正是基于特朗普任期内的胡来，拜登上来才立刻改弦易辙，认同所谓大家的共识，多边主义。因此，默克尔在发布会上宣布多边主义，通过世卫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发挥作用，成为 G7 共识。那么，这个到底是不是 G7 共识呢？说是也是，说不是也是。之所以说是，是因为这个共识的确宣布了，并且拜登也承认。之所以说不是，原因在于默克尔所说的多边主义和拜登心目中的多边主义是两码事。默克尔所说的多边主义是全球兼顾各国的利益，而非极少数国家的利益。拜登心中的多边主义则是盟友和美国一起围堵，打压中国和俄罗斯等美国。所以两者说的实际上不是一回事。当然，既然是一个共识，从德国的欧洲视角看，先有共识是关键，因为这样德国就可以基于这个共识来做符合自己利益的事。而拜登也默认，是因为白宫需要尽快与主要盟友统一立场，建立统一的阵线，这样美国就可以引导盟友向自己的意愿方向前进。2、气候和疫情都是全球性挑战，未来这两者将对全球政治经济重组产生重磅影响。默克尔为什么在发布会上说气候和疫情是全球性挑战？原因很简单，现阶段这2件事是对全球影响最大的2件事，气候变化就不谈了。很显然，这关系到全球政治经济游戏规则的重组。巴黎协定是这个重组的政治基石，未来的规则将基于巴黎协定这个基石展开博弈。新冠疫情则是过去1年对全球的影响及未来对全球影响的预期决定的。根据我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最新的表态，新冠疫情很可能长期伴随人类。其实，莫说长期伴随人类，仅仅是几年时间的肆虐，就已经改变了人类发展进程，其级别就达到了世界大战级别。2次世界大战都改变了人类的政治游戏规则，新冠疫情也是必然的。基于上述原因，默克尔才说气候和疫情是全球性挑战，也正是因为是全球性挑战，才更需要多边主义和多边合作，需要包括世卫组织、世贸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。3、G7 希望与 G20 国家合作，尤其是与中国合作。这次 G7 会议的共识之所以是默克尔对外发布，很重要的原因在于，那很大程度上就是默克尔的意思。在默克尔的表态中，他明确表示 G7 希望与 G20 国家合作，尤其是与中国合作。这话可和美国的初衷相悖的。在拜登上任之前，他就说希望上任后的几周内统一盟友共识，共同对付中国。结果就在拜登上任还剩20来天的时候，欧盟不顾美国反对，与中国达成了投资协定。现在在 G7 峰会上，最终共识不是美国所希望的大家一起对付中国，而是 G7 要和 G20 国家合作，尤其是与中国合作。这个共识就像在打拜登政府的脸一样。面对被默克尔统御的 G7， 拜登只能在会上发表自己的观点，称我们必须做好和中国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。美国、欧洲和亚洲如何合作，确保和平，捍卫我们共同的价值观，并促进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发展，将是我们最重要的努力之一。
拜登虽然说的是竞争，本质上是想围堵。为了美化围堵俩字，不得不改为竞争，要把中国列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。然而，在 G7 的共识中，默克尔说的却是合作，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。这个表态的差异说明，拜登在 G7 峰会上的表态几乎是被忽略的。在这里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 ，G7 是由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日本7个国家组成的。如果拜登强硬而明确地反对默克尔，合理状态应该是英国、加拿大跟美国、法国、德国和意大利是一派，日本骑强，政治上站遏制中国，经济上站与中国合作。如此，默克尔的立场和拜登的立场应该是3:3。但在最后的发布会上，默克尔表态的内容客观上却只代表了欧盟的意思，却没有拜登想表达的内容。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？最根本的原因有2个：一，美国对欧盟的影响力下滑了。毫无疑问，美国对欧洲盟友的影响力已经大幅下滑了。关于这一点，有2个直接体现：一是欧盟与中国在拜登上任前完成了投资协定，拜登想拦都没拦住；二是2020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欧盟的第1大贸易伙伴。过去，美国面对欧盟说了都算，现在开始说了不算了。二，拜登需要修复特朗普阴影。特朗普当初对欧盟完全是单边主义，根本不给欧盟任何话语权。当然，后果是欧盟对美国也表现出足够的不配合。过去4年，美国与欧盟的节奏太不一致了。现在拜登希望统一欧盟的意见，联合对付中国，就先得达成与欧盟的更多共识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面对默克尔的强硬态度，拜登才不敢把关系搞僵。于是，在 G7 最后的共识中，甚至基本找不到拜登立场的影子。默克尔公布的 G7 对中国的决定，体现出2大内涵：一，拜登政府谋求联合盟友对付中国的第1轮尝试失败了。拜登在上任前的目标是，他上任后用几周时间完成盟友联手对付中国的意志统一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现在 G7 峰会的共识充分说明一点，拜登当初的想法不但没有实现，现在还不得不依从欧洲盟友的意思。毫无疑问，拜登不会就此罢手。4年时间匆匆而过，到拜登任期结束，他也达不到目的。所以，这次失败不是成功之母，只是失败的开始。二，未来多边主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将是主旋律。2020年最后几天，欧盟稍有犹豫后，还是果断与中国完成了投资协定谈判。拜登团队想拦没拦住。欧盟为什么不惜得罪美国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，中国是欧盟未来最大的贸易增量市场。2020年，中国已经成为欧盟的第1大贸易伙伴。默克尔在发布会上说的明确，疫情之后的经济需要持续性的复苏，而欧盟经济受疫情影响非常巨大，再不依靠中国，未来将非常惨。由此也就意味着，中国现在能给欧盟提供的是美国所无法提供的，美国的话语权就是这么萎缩的。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，在未来都会最重视经济复苏，所以接下来多边主义的合作会增加。基于此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将是主旋律。那么，拜登会罢休吗？当然不会，拜登政府一定会在3个方面去推动联合盟友对付中国：一是意识形态方面，二是军事安全层面，三是地缘政治层面。在这3个层面上，中国都要非常小心，因为白宫会花巨大的心思来做到这一点。当然，时间在我们这边，拜登政府的美国比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实力更弱，中国相反则实力在不断变强。美国对中国只能越来越屠夫奈何，